台湾2025年的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达到 7.41%， 这个数字放到全球来比，简直就是一条龙带着一群虫。但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，这张完美的成绩单是偷来的，而且最迟在2026年，我们要连本带利还回去。如果你现在觉得台湾经济好得不得了，股市喷到天花板，那我劝你先紧张一下，因为川普的一句话让全台湾的老板都疯了，大家都在拼命往美国塞货，这把数据推到了外星评级。但更离谱的是，当这种想象繁荣退潮的时候，你的薪水可能没涨，你银行账户里的资产却会因为台币升值，默默的自动吸收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一个在市场里被亏了7-8年，终于学会跟市场低头，看透数据把戏的过来人。各位啊，你们可以不介意川普又在社群媒体上喷了什么，你们也可以不介意 GDP 到底是多少，因为那数字多半跟你胭脂水粉的薪水没啥关系。但你们不知道，这一波抢货潮之后的断崖式下跌会怎么影响未来2年的荷包？为什么？因为当数据在跳舞的时候，主力在撤退，而散户依然原地帮人家数钱。为什么 7.41% 的 GDP 但你一点感觉都没有？难道是因为那 7.41% 都进了邻居的口袋？很有可能。今天我们就来把这层皮给扒开。川普的菜市场喊价与成品的关税逻辑。我们先说这一切的源头，住在海湖庄园，每天头发梳得金灿灿的老哥川普。川普最近搞了一个大动作，他把钢铝关税的范围扩大到成品，听起来很专业，对吧？我翻译成大白话给你听，以前美国是课源头的税，你雇来的钢板卖我课税，现在他疯了，他说只要你的产品里含有钢铝就要课税。就比如说你今天买一台特斯拉，里面有一颗螺丝是钢做的，以前这颗螺丝课税不关你的事，现在川普说因为这颗螺丝你整台车的总价值就要被课 25% 的关税，这哪是国际贸易啊，这简直就是菜市场强买强卖嘛。更离谱的是，川普这帮人的谈判方式完全体现了什么叫做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一开始对特定地区的对等关税喊到 32%， 结果人家去谈一谈变成了 15%， 被中国的关税更扯，一路喊到 145%， 结果最新消息是降到了 20%。这种喊价方式跟去5分埔买衣服，开口喊1500，你杀到200块成交，逻辑上是一模一样的。但问题来了，虽然我们知道他在喊价，但如果你是台湾那些做工具机、做脚踏车、做零件的老板，你敢吗？你不敢啊！万一他哪天早上起来心情不好，真的把那 25% 的整体附加关税砸下来，你的利润瞬间就变负数了。于是台湾的老板们集体做出了一个最直觉但也最荒谬的反应：抢货。大家赶在川普正式上任、政策正式落地之前，拼命把货往美国塞，这就造成了2025年一个截然不同的反常现象。台湾的实体商品出口成长率竟然飙到了 32.09%。各位，你们要知道，在正常的年份里，有 5% 或 8% 的成长就该烧高香了。32% 是什么概念？那不是成长，那是集体逃难。大家为了躲关税，把未来1-2年的订单全部挤在今年。这就是为什么2025年的 GDP 会看起来这么漂亮，因为我们把未来的饭今天给吃光了。这也正好应了那句话：知识是唯一能带着走的财富。如果你理解了这背后的逻辑，看到 7.41% 就觉得台湾要超美赶日了，那你就真的太天真了。这种靠拉货推出来的繁荣，本质上就是一种虚胖。GDP 7.41% 的繁荣与你那无感的薪水。你可能会问，麦门啊，既然出口增长 32%， GDP 干到了 7.41%， 那为什么我身边的人，除了那些在科技园区写程式、卖甘蔗、人工智慧的兄弟之外，大家好像都过得紧巴巴的？这就是这波恐慌繁荣最扎心的地方。我们这一张 7.41% 的成绩单背后有2个秘密，一个是刚才讲的关税恐慌拉货潮，另一个就是大家都听烂了的 AI。现在的台湾经济就像是一个班级，全班只有一个天才学生叫 AI 产业，他考了200分，然后剩下的同学全都考不及格。老师把全班平均分一算，哇，平均80分，优秀的班级。但对于那些考不及格的同学来说，这80分跟他们有半毛钱关系吗？这就是所谓的产业两极化 ，AI 产业吃肉，甚至把整头牛都牵走了。而传统的中小企业，尤其是那些被关税威胁的传统产业，连汤都喝不到。老板们在拉货，是为了活下去而苦苦挣扎，是在跟时间赛跑，他们哪有余力给你涨薪水？而且更离谱的是，虽然出口喷到最高点，但那是量的喷发，不是价的喷发。
厂商为了抢在关税落地前把货卖掉，有时候还要降价求售，再加上运费飙升，台币蠢蠢欲动，老板最后算下来，搞不好赚的还没以前多。所以当政府告诉你台湾经济成长率全球顶尖的时候，你的直觉是对的。低头一看钱包，卧槽，真的没变多。因为读了16年的书，念到大学毕业都不一定能找到什么端得上桌的好工作。投资是那个你不学就会被人收割一辈子的谋生技能。你觉得你该认真学多久？这句话不只是说投资，也是说现在的就业市场。如果你不在那少数的获利圈子里，这7.41%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冷冰冰的，甚至有点嘲讽的数字。这就是我想跟各位分享的第一层真相，不要被宏大的叙述给骗了。当媒体在庆祝 GDP 创纪录的时候，你要搞清楚这个纪录是怎么来的。靠预知未来和单一产业支撑拿到的第一名，那个第一名有时候就是崩盘的前兆，你要自己去判断。如果你觉得我扒开这些数据真相的角度有点意思，觉得这些分析对你有用，先订阅一下频道，顺手点个赞，这样接下来我更新这类降维打击的总经分析时，你不会错过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如何在乱局中看清主力的手脚？讲到这里，大家应该发现了，市场上的资讯往往是落后的，或是被稀释过了。你看新闻，看到 GDP 7.41% 的结果，但我看盘看资金流向的过程。很多人问我，麦们啊，现在盘面这么乱，川普一下说关税，一下说降息，到底哪个是趋势，哪个是陷阱？说实话，如果你每天只在图面上画趋势线，看数据河流，那你大概率会被那些大户、那些外资玩死。所以我自己花了不少时间研发了一套系统，把这套系统整合进一个看盘软体。为什么要开发这东西？因为我发现散户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分析贪快。你看了300页报告，结果一进场方向反了，因为你没有看到主力真正在做什么。我的这套软体核心功能就是帮你把主力的手脚直接标在 K 线图上，主力在哪，钱往哪边流，它会自动判断是强势趋势盘还是主力在甩轿的盘整盘，尤其是那种危险讯号，当主力在撤退而散户还在冲的时候，界面直接给你通知。要知道，投资是用钱在输赢的游戏，注定要把投资当成自己的事业来经营。既然是经营事业，你不能只靠感觉。这套软体就像你的专业会计加上情报官，帮你把复杂的盘面浓缩成你很快就能读懂的逻辑。如果你不想再每天追着荧幕猜测主力的心思，也不想再花好几个小时做功课，结果还是被割，我建议你去看看我的订阅专栏和看盘软体，连结就在影片描述栏。好，广告结束，我们继续讲那个最让人冒冷汗的话题：2026年的断崖。2026断崖式下跌，与你那正在流血的资产。刚才我们说了，2025年的 GDP 是偷来的，既然是偷来的，迟早要还。根据最新的预测，2026年台湾的 GDP 成长速度将从7.41%直接腰斩到3.71%。什么概念？这就像你今天刚吃完一桌满汉全席，明天突然告诉你，接下来的一整年你只能喝稀饭了。这种断崖式的落差对市场情绪的打击，绝对会比数据本身更可怕。为什么？逻辑很简单。第一，2025年大家已经把货拉完了，仓库都塞满了。2026年还有谁要继续买货？出口增速会从32%直接掉到地板上。第二，川普的关税政策已经落地，该课的税、该涨的价都会反映在终端售价上，消费力一定会萎缩。但最离谱的还不是 GDP， 而是汇率。现在各大研究机构都在评估台币对美元可能会升值到29至30元区间附近，听起来台币变强了，很爽吧？但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有投美股或买海外基金，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。我们来算算账，假设你买了一只美股基金，原币报酬率有4%到5%，听起来是不是还不错？但如果台币从32块一路升到29.6块，这一来一回，汇损就能吃掉你一大块利润。这还不算完，如果美股本身也出现修正，你可能在账面上看是赚钱的，但换回台币甚至可能是亏的。这就是我常说的，汇率是投资人最容易忽略的隐形杀手。很多散户在投资的时候，只看损益表上那个跳动的数字，却忘了盯着盘面的讯号，不是盯着损益的跳动。更讽刺的是，当2026年 GDP 断崖式下跌的时候，资金又会开始外逃，台币可能又逆向跳水。如果你节奏踩错了，你就会变成台币强的时候你拿美元，台币弱的时候你换台币，这不叫投资，这叫双重收割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可能会问，官方数据在告诉你一切都好，但数据背后的逻辑在告诉你要小心。
2025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温和在 1.67%， 但这是在 GDP 7.41% 的前提下撑出来的。当2026年 GDP 跌到 3.71%， 而 CPI 还维持在 1.6% 附近的时候，那个体感温度会冷到让你开始怀疑人生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不能忽视这份成绩单背后的真相，活下去才会有希望。投资人的血条就是你的投资本金，在这种数据迷雾的年份，保住血条远比去追那虚胖的 7.41% 更重要。宏观到商品的桥接，你的钱该往哪里摆？这样我们就看清楚了一条因果链：关税、拉货、虚胖、断崖。那么接下来最值得关注的资产方向就很清楚了。如果台币升值到 29.64 元附近的逻辑成立，那么这不仅是出口商的噩梦，也是所有资产配置的重新洗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传统的买美股放着不动策略可能会面临长达2年以上的汇兑逆风。那么资金会流向哪里？如果你去观察那些对汇率敏感的期货商品，你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。当台币走强，美元相对走弱时，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，例如原油、黄金，它们的定价会发生微妙的变化。同时，跟美元指数挂钩的期货市场，也就是接下来资金流向的重要观察区域。你要关注的不是那几只被 AI 炒上天的个股，而是那些能对冲汇率风险的工具和方向。例如，当台币升值压力大时，台湾股指期货的走势往往会跟海外指数出现明显的背离，这是值得持续观察的现象。至于具体的进场时机、风险怎么控管，怎么在台币升值压力期间利用合适的工具去思考海外资产的配置，这些就是我在订阅专栏里每天在追踪的事情了。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，连结在下面。你要记住一件事，看盘要先确定趋势方向，方向没搞对，努力都是白费。2026年的大趋势是虚热退潮，如果你还带着2025年的亢奋心态进2026年的市场，那你就是那个最完美的盘侠。我也曾经像大家一样，看到数据好就冲进去，结果呢，脸肿得跟包子一样。后来才明白，数据是给外行人看的，逻辑才是给内行人赚的。做错要停损只是基本动作，做对要懂得加码，才是发财的核心概念。在即将到来的2026断崖期，你更需要的是一套机械化执行的策略，而不是被新闻牵着鼻子走的情绪。大家猜猜，当2026年数据腰斩真的落地时，现在这些喊着台湾经济奇迹的媒体会改口说什么？我猜他们一定会说，这是受到全球景气循环影响的正常调整。这就是市场，这就是人性。好了，今天这篇关于偷来的 GDP 的分析就讲到这里。我想留一个问题给各位：如果你的公司在2025年因为拉货潮赚了很多钱，但老板却告诉你2026年景气不乐观，所以不能加薪，你会选择相信数据，还是相信你的老板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，我也很想知道大家各行各业的真实感受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订阅频道，顺手点个赞。我的逻辑是环环相扣的，这期讲的是关税和 GDP 的陷阱，而接下来的局势只会更加动荡。如果7月的关税重启真的落地，今天讲的所有逻辑都会被加速引爆。接下来我会专门做一集来聊聊那个 AI 无感繁荣背后的失业潮，为什么 GDP 在涨，但找工作却越来越难。如果你不想错过真相，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周见。